金箍坠向凡尘，等待被探寻。今天11位优秀的毕业生获得前往人间寻找金箍棒的资格。把这颗宝贵的原石交给您。哎呀，恭喜娜娜药丸取得了代表智慧的原石，象征着团队的精神。是原石。进，领取原石。拿到这个最开心的是，离我们找到金箍棒更加近了。历经多重考验的修炼学院毕业生们，终于集齐了9种原石，迎来了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次试炼。这次他们来到了以《西游记》为核心建造的淮安西游主题乐园。在这里，齐天大圣的金箍棒划破苍穹，天空仙境的祥云触手可及，妖界幽冥的秘境等你探奇。神话与现实再次激烈碰撞，西游团们又将书写出怎样的西游结局呢？哇，今天太帅了啊 ！Hello， 土地公，嗨！哦，逃出3界之外，不在5行之中。嘿，哎呀！哎呦！哎呀！女版悟空，我带了个喽啰，我是马楼。那因为今天是非常的重要啊，修炼学院的院长千象师尊特意千里迢迢的赶来为我们助力。师尊，天哪，天尊来了！那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千象师尊6小龄童老师，欢迎！天尊再次返回。天尊。师尊好，天尊，师尊好，师尊好啊！又见面了，师尊。拜见天尊。天尊，请。欢迎大家来到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淮安市，这里呢正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乡。哦，这个厉害了啊！那我们所在的是淮安西游乐园，这呢是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综合性游乐园。哇，太帅了！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题乐园。哇！天哪，我们终于回家了。根据《人间原始指南》的指示，这里出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金箍棒。哦，金箍棒在此，终于找到金箍棒了，就是为了它而来。金箍棒，那个棒。但是呢，想要得到这金箍棒呢，可并非易事啊。我们要经过终极试炼。那我们今天呢，会以团队挑战的形式呢，对大家呢进行各个项目的考核。只要大家完成3次的团队任务，就会顺利的开启终极挑战了。那如果任务失败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曾经获得的这些原石就可以助大家一臂之力。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发挥团队精神，能够完成各项的考核，好不好？好，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前往第一个任务场地吧。好，出发 ，Let's go。咱们上哪儿啊？这边老师啊，雷音殿。从小到大嘛是。最后一个考脑洞啊。那我要做第一个。好了，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1轮的团队挑战任务。本轮任务考验的是大家的默契。默契排序，所有成员根据给出的关键词，每个人写一个物体，需要越来越高。按照座位顺序，从1到12写下符合关键词的答案。所有人的答案排序成功，即为挑战成功。一共6题，答对4题，即为团队挑战胜利。第一个游戏跟顺序是息息相关的，越往后面大家压力越大啊！真的假的？没事，我这是一个抗压的人。把唐老师放到最后吧。没事，没事，先这么坐着试一题。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好，第1题，每个人写一个现在的艺人的名字，根据年纪排序。写几个字儿？啊不，跟字儿没关，根据年纪。得越来越大，你写个超小的，你得写童星，那个演那个庆余年那个弟弟。
他应该写10几岁的、10几岁的、20岁的、30的、40的、50岁一人里去。那是谁？好，来5秒，5、4、3、2、1，来，我们一个个揭晓啊。杨浩强，你写的是刘耀文，今年19岁，对。张老师，杨浩强，哦，还挺准的啊。我这里面我是第2小的，耀文是比我小1岁。哦，其实我们团的年纪排一个顺序过来。对呀，还真是哈，我们就写我们自己的岁数不就挺好吗？干嘛找别人呢？对呀，哎呀，才想起来。来，杨迪，有一个年轻演员叫林子叶的，大概才14、15吧。14、15岁，我们写几岁的？7、8岁的。那这道题已经失败了，我们看看后面写的什么。娜姐，小贺，贺峻霖21岁，我这还挺接近的。雨琦，宋雨琦25岁，唐老师呢？我很期待。陈宝国老师，国老师6号位就到陈宝国老师了哈。对呀，6号位就陈宝国老师69岁，他都是写他的朋友们。孙亚轩写的是王力宏。哎，你看这个就很，这50多了啊。王力宏50多啊？那可不50多了，怎么？你给办的身份证啊？哦，你说哪个王力宏啊？你说哪个王力宏啊？总政有个唱歌的王力宏啊。对，就是唱歌。总政有个唱歌的王力宏啊。说哪个王力宏啊？他唱多棒！现在音乐学院院长啊，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啊，那是王宏伟，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和王力宏就1字之差嘛。王力宏49岁，耀文，我写的李佳音。你俩也错了。金源，沙溢老师，彩明老师，然后雅轩这错了，唐老师这错了。哎，我怎么错了？他们是对的。不是，我们这个 bug 刚好坐在中间。唐老师可以来大一点，可以来这儿。不换了啊，不换了啊，唐老师，唐老师，你要不要？你最后一个好思考，好思考，好，对不对？我换一下。我跟马嘉祺换，我跟唐老师挨着坐。这个为什么？您现在认识30多岁的人不？啊，30多岁的人有谁？没事，唐老师可以答出来的，他只要理解了题面就行了啊。我们就不动了，我们就不动了。对，可以。那写这个组合的名字，对不对？对，你写这个组合的名字。组合，你遇到过人最多的团体，那文工团啥的你就写嘛，对吧？我写凤凰传奇了，你们后面自己看着来。对，2、3、4、5、6、7，你们就这样算下来，你们就知道你们该写谁了。我写4个人。那我就找个5个的。4、3、2、1，好，我们公布答案。凤凰传奇2个人，来，张老师，小虎队3人 F4。西游师徒5人，飞儿乐队6个，飞儿乐队是6个3人吗？还有那个弹键盘架子鼓，人家是整体的。这肯定不算，又失败了。我们看看后面的。时代少年团7个八仙过海，8个，猴王与8个猴子，什么东西？猴子组合猴仙。刘文，你清醒一点。不是，我实在想不出来9个是什么组合，但确实这是个组合了。美猴王与他的8个毫毛。快想不出来了，我也想不到9就那个。9个人想不出来了。这肯定不算啊，张能源。史莱克10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是7怪，但是没有10个人。没10怪，他是10怪。他本来是7个，但是加上带队老师，那不就10个人了吗？对，史莱克7怪加上那个他的老师有那个壮汉，加上他那个瘦的那个老师。对对对，还有加上一个那个柳二龙。对，3个加起来正好是3个人，黄金3人铁三角。对啊，因为3个老师也挺怪的，就有这个东西，这肯定不行啊。贺峻霖的
创造101，水浒108将。哇，唐老师，唐老师，我是当年《三国演义》的制作团队，总人数超过1000人。要是我到我头了，我可以多大都可以吗？可以的，牛！我这个给大家。那么我们就说后几个其实都没问题啊，但是这3个人不行，这个不给分啊。但是我们这个意思整体都对了吧？接近了胜利。OK，你们要换顺序吗？还？现在还行，不是？我觉得这边他俩是不是得有人那个助力一下？娜姐，要不然来这边呢？小马也得管呢。小马，我这里我同桌也需要帮忙。我需要帮助。没事，我们可以的，再来一次吧。你确定哈？确定吗？猴王与8只猴。可以的，相信我们，再来一次吧。你得给我个暗示，你到哪儿了？我不能跟高你太多。无所谓，你到顶，你就写个到顶的就行了，唐老师，不用暗示。出题，每个人写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我们比的是它的高度，需要越来越高。物体是吧？对，它的高度要越来越高。对，上面不能写数字啊，多少米的啥。那挺精的。你写什么？我没想到，你就写个到顶的就行了，唐老师。这也高吗？这上天外不高。他说的这个，我给唐老师解释一下，不是飞的高吧？不是飞的。宇宙飞船能让他改一下吗？唐老师是他那个本身高，您这宇宙飞船，我这实在是飞得高啊，飞得确实高。好，行，交卷，浩翔。圆珠笔的笔尖那个圆珠。哦，圆珠。这么高，能这么高？对啊。张老师，这金箍棒。哎，可大可小。可大可小。他想多小就多小，他叫如意金箍棒。你这样，张老师说一下，你现在这个金箍棒是多少米？1厘米。1厘米。 1厘米呀。从耳朵里拿出来的。这放耳朵里。好，小马。孙悟空。我同桌跟金箍棒是一对的，可大可小，变成小麻雀，变成小苍蝇啊，要不然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了。孙悟空就算书上的高度啊，1.4米几啊？行，1.4米也行。芭蕉扇你们是知道是可变大可变小的，多少米的？那刚1.45米。你想圆柱芭蕉扇扇的时候，孙悟空是这么扇的，他立起来的时候一定是比孙悟空高的。是的呀。天尊是芭蕉扇比你孙悟空高吗？是的，这比。张老师毫不犹豫，是的。天尊是我们这边的。最权威的发言。全是模糊不清的。电线杆3.5米。跳水台5米，电线塔7米，那高压线那种多高？7米。7米。耀文，我蚁人变大的蚁人。蚁人确实可以，这可以啊。他变大把飞机抓在手里面的，肯定比那个电线塔高。对啊。蚁人变身的最大高度是85英尺，25米。哦，25。跳楼机26米的。你说最高跳楼机484米。不要，就要最高的。该我了吧？青藏高原，呀啦，4000米。哇，后面2个怎么办？杨迪，西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下面那个峰。哦。啊，8027米。知道最后是什么了吧？唐老师，你写的是？我是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珠穆朗玛。这就是你们得1分。耶！谢谢孙悟空。得亏今天有天尊在这里啊。西夏邦马峰，唐老师还是你有智慧。珠穆朗玛峰其实下边有一个西夏邦马峰，是比他矮一点是吗？这让我写我都写不出来。接下来，每个人写一个保质期，从最短到最长开始。这个挺难呐，李先生。我在想那种1天的，那冰淇淋马上就化了的那种。它应该是包装袋上的保质期。写物品还是时间啊？物品就比如说香肠、黄桃罐头。不一定只能是吃的吧？因为我们写的这个我不吃。准备好了，由严浩翔，你的第一个是未经杀菌的牛奶。未经杀菌（括号烈日下放着）。对。保质期24到36个小时。1天半左右。厉害。嗯。好，
张老师，我们央视台里自制的面包2到3天。央视面包，那2天还3天呢？你应该2天。2天。来，佳琪。变脸啊？就是聊着聊着就生气了。友谊的保质期只有4天。对，难道我们的友谊只有4天吗？怎么回事啊，娜姐？本来是好朋友，怎么4天你就变脸了？4天必闹崩是吧？对，我先看娜姐你的。变心，他们2个变心。4天变脸，5天变心，这俩绝对没商量。对，他突然就下头了，你知道吗？太快了吧！你是5天？对，5天变心。哎呀，人心难测啊。于洋，我6天变现。 7个工作日，他分手了，他变心了，那个变脸变心了，这个变现中彩票了，对，然后说要去变现，这个太好了。好，小丁，我写的豆腐发酵7天，7天， 7天，豆腐发酵的保质期一般能保存1个月左右，哎，但发酵是7天啊，发酵不能算保质期，保质1个月。夏亚轩，放冰箱的酸奶，那种添加剂特多的那种酸奶，1月半，1月半。耀文，混合坚果仁3个月。张真源，面包车，我开个可能几十年就坏了呀。几年就坏了吧？不是，你一辆车过10年，你这个质量就可能有点问题了。一辆车平均15年报废啊！哎，就15年，15年。这么有自信吗？100年卤煮店的茅台珍藏款，到底用哪个？保质期是卤煮店还是茅台？还是卤煮？卤煮保100年，那得啥味儿啊？就是我可以用卤煮店是吧？好，杨迪，木乃伊啊，你刚才说那个说是愿谁吃谁吃，我不吃啊。但他说这个得吃，我说我不吃。应该几千年有了。唐老师，你写的是？恐龙化石上1年了，这都。这样博物馆里面都有。好，那这一题就2分啊，2分啊。好。哎呦，不容易。是我这些父母的爱。来，还有2题，你们现在是胜2题，负2题，只有后面2题全部答对，才能取得这一任务的胜利，顺利进入下一个任务。大家要谨慎作答。来，请说出一个东西，这个物品的体积要越来越大，但是这个物品的第一个字必须是黑。必须是个词儿吗？这得是个词儿。等一下，我想想，黑头、黑蒜、黑凤雷、黑心眼。别抽象哈。好，请收笔。杨浩翔，你写的是黑芝麻。张老师，黑痣。小马，一头黑头发。娜姐，那个黑毛巾，那比小马大。来，于洋，黑 T 恤。好，黑猫警长我写的。黑猫警长在 IMAX 电影院看。一个正常的猫的体积是30到50厘米啊。后面2题全部答对，才能取得这一任务的胜利。你别给我正常，我要说这个黑猫警长，他是正常猫吗？他是警长呀。黑猫警长会办案，你那正常猫会办案吗？对呀，黑猫警长那个一只耳聊天，你能吗？做笔录你能吗？别人还能开车，你能吗？人家黑猫警长能跟小白鸽在一块儿哗哗骑摩托，你能吗？你能正常猫啊？你给我俩玩正常猫，你给我扯猫腻了吧？黑猫警长动画片拟人化，身高1.7米，是不是？那能穿 T 恤，那能穿 T 恤，无话可说啊！拟人化。夏亚轩，你得高过这个1.7米。高过了，高过了。放心吧，他这个绝对能。您是黑心商人。什么？1.8米的黑心商人，对吧？对，一般因为他要有压迫力，你知道吗？没有，我这样，我家亲戚就有，他就黑心商人。对，你那是黑心亲戚还是商人？这是一个作品名字是吧？不是，就实际人物是他亲戚。这个成功，耀文。黑挂车。
就是无证经营的黑挂车，它这一套体系，黑心商人拉了一车黑 T 恤卖，被黑猫警长逮到了。对，你这个车是什么车？轿车还是卡车？轿车，卡车，别怕，火车都可以。火车，真源黑水河，122公里啊。黑龙江。那超过了，江比河大。47.3万平方千米，杨迪。但我这个事儿只要有了，都出黑龙江了，黑料，全中国都知道了。你别黑龙江，你出了黑龙江我也知道你。可以吗，导演？要不要做黑挂车啊？热吗？要不要把我的黑毛巾给你用一下？用你的黑毛巾擦一擦他的黑头发。好，唐老师。黑洞就是太阳黑洞。哦，绝了。得分3分，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大家得分。耶！好，最后一题，你们要写2个物品，2个物品之间的距离要越来越大。那唐老师是不是你与黑洞的距离啊？迪哥，你是你与黑料的距离，挺近。问题不是你到月球，我到冥王星。唐老师想作弊，我不干。唐老师说：“你到月球，我到冥王星。”好，结束。啊，好难啊这题。来，姚翔是我的左眼到我右眼的距离。哦，张老师，我也不远，脚趾到后跟儿。25厘米。小马，我和小妍之间的距离。你跟小妍之间距离1米差不多。娜姐，我和小妍之间的距离，哇，这1.2米差不多。这次咋能你是？哎呦，来于洋，哦，这应该2。小圆与我的距离，这怎么这一样的？太夸张了，小了2米了吧？啊，小圆与我的距离，那应该2米了吧？哎，传吧，那板子拿过来传吧，我们也不写了。我再来一个，小妍与我的距离，小妍和我的距离，小妍到酒店的距离。对。啊，那这个可有个10公里啊！南沙群岛到漠河的距离，从南到北。杨迪，我到地球另一面，就是从这儿到那面。北极到南极的距，我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不是说好冥王星吗？月球一样，你在边上，我在上头呢。完全成功，恭喜大家 ！Yes。好了，那我们通过这一轮的考核呢，已经顺利的拿到了1分。那接下来呢，马上跟我到下一个考核地点吧，进行第2轮的团队挑战。好 ，Let's go， 走啊！OK， 到了，是上去吗？是的，老师。瑶池会，这就是我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阿拉散海后。就已经落座了。看来我得往后坐。你们现在2组，6个人和6个人配合，得6个最默契的人在一起哦。你们按照这个来吗？可以啊，我们挺默契的，都是默契的。这种不一定。我们上一期乱七八糟组成一队，都还最后乱七八糟组成一队。我们硬要选出6个最默契的，真选不出来。最后一期都还在碰撞。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开启的是第2轮的团队挑战的任务。这一轮呢，我们考验大家的是灵活应变的能力啊。那在西游取经的路上呢，可以说不管是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孙悟空呢总能够做出快速的决策。当大家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生活经验之后呢，就可以用你们的直觉和智慧快速的化解危机。那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第2个挑战任务，请我们这一轮的主考官来公布一下具体的规则。西游默契大比拼，全员分成了写词队和猜词队。每轮会给出一个题目，写词队每人需写出一个词描述该题目，字数不超过3个字，不能是谐音梗，且不能出现题目中的任何字。写的词如果重复或意思相近，将被消除。
一共12题，答对一半即挑战成功。好，你们派出谁来答题？迪哥，我先猜。来，第一题，准备看题，请写出关于他的描述。哦，哇，那个连龙。结束，请所有人亮题板。长辈。唐老师，老了留着。零容忍。零容忍消掉。朱雀羽扇，我朱雀羽扇。小宋消掉第4个字。我哎呀，啊，这有4个字啊！不听题你就光写，忘了。只剩老了和长辈。哇，那难喽。来，这个词是。你们消掉多少词儿啊！我天哪，其他都消掉了。这个词是。这个词是唐国强。答对。这就是默契。不是刚才你说出来老了，就是要给他看，就是要给他看，就是要让他猜出来。唐老师，我跟你是一组的，你在生气干嘛？咱们今天是团队作战。唐老师以为我跟他是对手。第二题，我来吧。来，准备，请看题，开始。请亮题板。京城新市。王内。杨浩翔。 Q night。45度，20，黑红衣，摆造型。哇，赢了。来，廖文，明显吗？哎呀，这个不是我吗？哈哈，刘耀文，答对，挺好猜。来一个，小马来一个。来，请看题。准备。唐老师说这是个啥嘛？这啥玩意儿嘛？什么叫撕拉片？就是拍立得的。唐老师，你就以你的理解写一个。理解不了。最近很火的一个拍照的方式，最近比较流行的。再写一个很贵啊，很贵是为什么？这个很贵吗？一张几百。有那么贵啊？啊，我们上次拍过的啊，一张就花几百块啊？好像是。来，小丁写的是照相，一次性，很贵，10团，拍就出，没听说。我有点，不是看不清啥呀？马哥，你从那边读你就明白了，从这边读过去。照相一次性很贵，10团，那个唐老师那不重要。马哥，你从那边读你就明白了。照相一次性很贵，10团，撕拉片。答对了。这个百度上你查不到的，哪有撕拉片？你这拍立得，那个唐老师查得到，自己编的，你找出我看看。谁编的？都是你们这些人编的。他那个成像出来的照片以后还那叫需要一个拍立得，哪叫撕拉片？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吃个冰棍儿，他突然改个名叫夏利肖。什么叫夏利肖？夏利肖。他说的对。夏利肖，夏利肖，热力胶啊！还以为感冒药呢，热力胶。娜姐猜了是吧？娜姐猜了啊。来，请看题。妈呀，我画画可以吗？那不行。
连锁不对劲。连锁它会不会拆超市啊？连锁店。请所有人亮题板。他喜欢呼连锁，就跟那个斯拉德差不多意思。斯拉格是谁？布拉格。斯拉格。浩翔写的是龙卷风，因为蝴蝶效应的那个解释是在一个地方的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可能引起另外一个地方的龙卷风。对，小冉姐，你呢？我是小姨。小姨来扣掉。没事，我们这个可能是误导答案，我们这个。唐老师，同行效应，4个字，4个字。唐老师扣下了。在窗外。好，给娜姐看，3个。呼连锁，龙卷风，在窗外。呼连锁，呼。这样看是呼，它是一个呼，然后变成这个。在窗外。哎呀，风好大呀！是不是我演过的？我不知道。蝴蝶效应。呼！哇！恭喜娜姐。这词儿你都能猜出来？因为他说在窗外龙卷风，我想肯定是在节目里面、游戏里面的事情啊。不是这事儿太蹊跷了。唐老师咋了？唐老师，我们是一组的。他来个龙卷风，你就蝴蝶效应了。在窗外，在窗外，你居然能答出来？那唐老师、娜姐是怎么答出来的？那只有那个办法了。啥呀？唐老师是不是不该给分了？分儿还是要给，但是下不为例。可以，来，准备。时间到，好，请亮题板。他技能，打杨姐，花果山，6的，就他会。金猴，金猴，对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爱。金猴，这个环节是唐老师开心就好。没有人笑掉。你这个花果山写的好抽象啊。我这个能猜出来，你的能通过金猴猜出来哈。那么金猴让他往哪儿猜？来，开始。这什么？他技能打杨戬，这写的什么？唐老师？金猴哦，金猴，然后是字体，就这个他，注意这个他会是吧？他是这个他啊。你是什么？花果2？仔细看看我这个技能，仔细思考一下这个6的。小灵童。哎。72变，答案是72变，答对。哇！唐老师作弊了没？有。因为什么呢？他老说，他肯定会说孙悟空或者金箍棒。他怎么能说到72变就怪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技能啊，技能，哪能猜得出来呀？我天！他那个72变没让好本领有启示，他是什么6的什么这6的，6小龄童老师的6的，我们写不了那么多字儿。那我怎么知道他的答案？我怎么知道他答案？不能，你知不到。你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准备，请看题。所有人一起亮，来。圆圈藤，观音，金呢？松臼圈，灸咒。什么东西？灸咒是就是金咒。太抽象了。唐老师，人物，这不在里边演了一人物吗？
好，好了，好，可以了。我这是圆圈藤，圆圈藤，然后我是写的观音，我这个是金的，紧箍咒吧？哇！都没看，幸好没看到唐老师的。这还作弊吗？我这没有作弊。唐老师，这作弊了吗？你们都是真乃神人也。唐老师，这个容易猜出来，写的挺标准。老师，那这个猜得出来吗？就这啊，那我更猜不着了。紧箍咒，紧箍咒啊，紧箍咒，就没往那谐音那去想。张老师，你看我这，你能看懂吗？松就全也猜不着，反义词全是反义词。啊，我这是人物，也就等我唐老师呢，我也猜不着。我要先从这看着就晕了。唐老师厉不厉害？不是他受你们的影响了，已经，他也厉害了。我这你是近朱者赤。我现在就期待唐老师猜的时候。来换队，你先猜吗？我不能先猜，我得看看。我来吧，那我来吧，那我来吧。来准备，请看题。妈呀！哦，这个有点，这个太简单了，随便说几个写虚症。关键他们写不简单了。他咋写啊？但是重的多啊，他重的多。脱口秀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讲。我知道，但你怎么描述呢？请亮题板。 8本。8本。8本。单口。志胜哥。李诞。小马还不错。啊。一个人说。一人说单口，扣掉。TO 什么意思？脱口。会不对，你是个脱口了。好，请打开。 8本，志胜哥。哦，talk show，哦，哎，看来个洋气的，还 talk show， 你从哪猜出来的？李诞。 志胜哥8本的这个 TO 确实理解了一下，脱嘛，理解了一下脱嘛，脱口秀嘛，厉害。他很聪明。准备啊，写题，请看题目。有。这个怎么写啊？这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是我写一个林俊杰，圈圈圆圆圈圈，抽象不？ 开始，5、4、3、2，来。这个对他有点小难度。来，请亮题板。哎呀，马嘉祺厉害，林俊杰。7人扣掉。我写的也是7。自己撞了。鼓组合。射雕。哎呦，这啥呀？呼风。原地那个呼风有点。呼风啥意思啊？我能再写一个字吗？不能了。小贺应该是鬼机灵。小贺。哎，我给你念这个啊，呼风。这个说实话我都没懂。射雕。 林俊杰，鼓组合，对，古代的组合。风，
组合射雕。来，答案是。等一下。林俊杰。林俊杰。 5、4、3、江南。2、1，江南奇怪。来，那江南七怪。姐姐，确实声音有点大。娜姐甚至用的方言江南奇怪。小孩江南就出来了，我江南都出来了。呼风是啥意思啊？前奏，风到这里就是念。这题你们作弊啊，不能作弊啊！下一个谁上？我都带上了，我来吧。好，好，来，请看题。好，准备。诸葛亮和谁来的？唐统啊。对。我看你们怎么写。请亮题板。我就写诸葛亮。你是什么？风楚。沃尔初。这个算谐音梗，跟张君元扣掉。我龙下来。两个人可以。俩笨蛋引号啊。俩笨蛋的诸葛亮可以留下。好，来。过去看可以吗？你这个没了，俩笨蛋，两个人，这啥来着？这是提示题。诸葛亮卧龙凤雏吗？哎呀！哇！唐老师。我都说他们这个诱导你犯错误，你都能拿出来。两个这个确实没作弊，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厉害啊！终于给唐老师整服了。只能说他知识渊博。来，下一位。唐老师，你看看脸脸啊。脸脸啊，脸脸啊，什么？工作人员上。真是不经诈。这没戴耳塞不行。这个真的。唐老师，你怎么看待脸脸的行为？刚才我以为他没听见，因为你说他是听见了，还没想到他表演了。零容忍，挺好。请看题。哎呀喂！哎呀！请准备作答，开始。李佳飞，不能过河。好，准备，所有人亮题板。把他们给难坏了。可以写这个吗？臭香，香。你俩想一块了，你看看这。这主要是颠倒。杨迪向左可以，人还抽象。对。扇自己可以。脸哥。张老师不具体，刘耀文的不亮了，谐音梗不行。请于洋摘脸。摘脸了，摘脸，双眼皮了。于洋，你靠自己的能力来答这道题，绝对给你掌声雷动。扇脸，你绝对可以猜到的。蕾蕾，你的答案是？我分析一下，行不行？好好猜啊，哥。这个跟动手有关。加上这样扇脸，扇自己。不具体，有点东西啊。他就是这个。哎呀，唐老师，你这自己要亲自
唐老师要亲自动手了。好，答案是。你谁给你作弊？你 PD 啊？没有，不是 PD，没有，我的 PD 都被埋里了，没找着。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哦，来了，抽象，抽象，怎么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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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佐本身就抽象，请评判。我现在整不明白了。他们这几个出题没一个靠谱的，就这个6小龄童的院长这个题还比较靠谱，叫抽象。冤枉！这个剩下都在那不靠谱。他你为什么知道？不靠谱的情况，不靠谱的情况下他能猜对了，这不是很神奇的事吗？连连，唐老师说我这不靠谱，你觉得靠谱吗？扇自己叫抽象吗？抽这个动作，对啊，像啊，我属象啊，我属象啊。Amazing。你属象，你属金丝猴的吧？他都没急了。如果这个人的行为看不懂，就会说他很抽象。啊？对。播了几集以后，你也有点抽象。刘人。嘹亮也是属于这个范畴。唐老师那嘹亮是抽风哈，抽风是抽风。好，下一个谁上？唐老师，小宋先生。唐老师想再看看，我看看这其中有什么奥妙。我跟你讲，唐老师玩游戏，我能笑一天。开玩笑。来，请看题。太简单了呀，但不能写那个，但是小心重复哦。对，准备。刘老师，恐怕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了吧？他是在哪吒那个电影里，两个神兽拿着法杖。我看一下，双立人，看门的。哦，其实你们3个就已经够了。三星堆。三星堆。对，这就厉害了。张老师写的是小贺。好了吗？好。要。双绿人，看门的，左右怪，俩打架的，三星堆。答案是结界兽，结界兽。现在是不是太简单了。OK， 唐老师，唐老师，这个合理吧？唐老师，我去邪了。我过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唐老师，就看您了。来，最后一道题，看大家的默契了啊，请看题。哎呀哈！2个大魔王睁眼，倒计时5、4、3、2、1。挺难的。好，请亮题板。唐柳啊。顾一书，次卧底，有身份。妖王。这俩身份去掉。妖王扣掉，又有王字了。这个有点难了。接下来看唐老师的，他猜中了，我们眼睛都瞪大。来，唐老师，唐老师就3个可以给你猜啊。
加油，唐老师！唐刘故意输，是卧底。你能猜出来，唐老师？刘耀文。唐老师，你怎么看出来是刘耀文的？他干过啊。唐老师，好几次。上面如果有的字儿，下面是不能写的，所以刘字儿肯定没有。刘字儿，那于洋。于洋。唐老师，我们给你放个水，让娜姐和小马也给你看一下。是，够懵了。这个肯定猜不出来。唐老师，感受一下有身份。唐刘二人乃第1期。您是什么身份？当时跟卧底一样的身份。我是大魔头啊！我是大魔头啊！马上要接近了。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就是。答案就是。唐刘乃。您是什么身份？跟卧底一样的身份。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都是大魔头。我家长在外面吗？我想放学。大魔王。哦。你这也太难了，弄这里边来了。可以，已经非常可以了。这题真难，我都想。唐老师，您试了一下，看是不是还是能够猜出来的，对不对？很难。我总是在找名儿，而你们提的恰恰是一个游戏当中的一个大魔头、大魔王。我们一共12题，答对超过一半，所以我们默契获胜。好了，那这一轮呢，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啊，效果十足。不过呢，为了考验大家的默契，还需要一些加试，后续会消耗体能，所以我在美团团购街为大家准备了可以补充体能的奖励。我们去美团团购街看看吧。走，去吧。又去吃去了？对，吃喝。本节目由下馆子做按摩换全员一致，1、2换。换！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就为了这一刻。哎，我们如果从那边是不是要简单点啊？这个手留，这个手直接抓，右手好拿，是不是啊？行，可以换一面啊。来，现在换方向了啊！我可以的，可以的啊！换！我这要疯了！换！本节目由下馆子做按摩换发型找保洁全能省的美团团购独家冠名播出。好了，那这一轮呢，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啊，效果十足。不过呢，为了考验大家的默契，还需要一些加试，后续会消耗体能，所以我在美团团购街为大家准备了可以补充体能的奖励。我们去美团团购街看看吧。走，去吧。又去吃去了？对，吃喝。欢迎大家来到美团团购街，今天是东海里放开捞自助日。哇哦！东海龙王开的店，我们家开的。在夜宵时刻呢，请各位品尝非常丰盛的海鲜自助大餐。哇，有海鲜！同时呢，要完成我们的默契大挑战，我们会赢取非常重要的奖励啊！那别问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大方给大家上了海鲜自助，问就是用美团团购团美食大餐5折起。想吃什么都能让你吃个够。也想顺便问问各位啊，大家在吃自助餐的时候都有什么心得吗？自助餐，我就喜欢先吃水果，葡萄、车厘子什么的，我都先摸鱼。摸鱼是什么意思？三文鱼、金枪鱼和那个罗非鱼。烧烤罗非鱼。
别说我吃自助餐了，我都能演出我吃完自助餐的样子。就是进去的时候这样，好饿呀，出来以后是这样，都扶墙而走了，都已经都不行了，都已经。一般就中午呢去吃自助餐，我们更多是选择一些海鲜类的，哎，有火锅更好。海鲜火锅嘛，搭配起来。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上来品尝吧。哇，随便吃啊！哇，这么丰富，还有海胆啊，好可爱呀！这个好。好了，各位，那我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挑战——西游团默契大挑战。唱的比说的好听，游戏规则：根据节目组给出的歌曲名，用这首歌曲的旋律来描述词语。这是孙悟空的一个技能。欢迎晶晶哦。描述过程中不能出现这个题目中的字，其他成员负责猜词和猜歌。好。本轮张老师不上场，这轮一共15道题，每题30秒作答时间，答对9道题就算成功。哇，那个好难啊！这么多人猜，主要是你们谁先上？我来。哇哇，来哇，噔噔噔噔。4个字。这是我演过一个影视剧，快乐星球。好，下一个。歌呢？下一句。这是我演过的一个影视剧。得到彩虹。彩虹。4。阳光总在风雨后。3。怎么会得到一道彩虹？知足，已经晚了。唱成彩虹是这个歌吗？是。你听过吗？好，下一道题啊。这是一个歇后语，讲的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讲的是他们咋唱来着？讲的是什么？快算时间。妖姬。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啊？什么？妖姬没有水。3个和尚没水吃。竹篮打水一场空。猜对了。下一位，我来吧。对，我是得形容他是吧？已经10秒了啊！火力全开。答对。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去形容。你先形容啊！2个人打了一架，打架，他俩就认识了。打架就认识了。不打不相识。Let's go！ 这个肯定不算啊，因为你说了“打”这个字。你恨不得都说出来了，刚才。下一个人，小轩，你去吧。这是一个小情歌，大家爱玩的游戏，爱我还是他。什么游戏啊？王牌玩过的游戏。传声筒。
它是5个字，5个字。过去的游戏。孔雀东南飞。答对。子弹已经上膛，孔雀东南飞。哇！下一题，它是一个discount 折扣，它有一半都 discount 打折。5折。小郑姑娘。对，答对。哦，恭喜，1分钟不到，快人了。好简单。刚刚是小郑姑娘和什么？5折。哦，5折。下一位。这个怎么唱啊？没事，你就唱，一定能猜出来。有6个字，双截棍，6个字，忍者，大灌篮，野狼 disco， 山河图 ，no， 跟美团有关，跟省钱，跟省钱有关。哦，花小钱办大事。对，你好聪明。什么歌？快点唱什么歌？花小钱，办大事，花小钱，办大事。洗刷刷。答对。哦，洗刷刷。哦。下一位。我来吧。这个东西，美团团购，这个东西，然后弄这个东西，美团团购套餐，自助餐团购套餐，秀色可餐啊，好难啊，什么玩意儿？就是一共它就是3个字，自助餐嘛，团套餐，美餐团美食，答对，但歌没听出来。下一题，唐老师去吧，唐老师你去。好，最期待的唐老师来了，我肯定能够听出您的。来。中华文明几千年，好像都是水。生旦净末在其间。京剧。相声。这个很难。还有曲艺，曲苑杂谈。对，曲苑杂谈。唱出来了的。我没说杂谈呢。确实，他只唱了曲苑，没有唱杂谈。这不行。再换一歌。快，唐老师没唱够，快。哎呀，愁的呀。妖言惑众真可恶。妖言惑众。我们猜是妖言惑众。不是，这回没说一半，全说出来了哈。不能说呀。你说完了都，妖言惑众真可恶。说了。再来一个。哎。小燕子怎么唱来着？小燕子穿花衣。这次没说题吧？把歌说了。换一个啊！不，就这个小燕子行，就这小燕子。天气好，心更好。到郊外去摘樱桃，春游。哎，走到前发现不妙，看见一个绳子真可怕。我走到近前儿看是什么，一看赶快往回跑。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打草惊蛇。打蛇打七蛇。
没答对。几个字儿？这词儿是啥呀？你要相信我们。几个字？唐老师。什么东西？蛇是蛇。什么东西在地头？地头。蛇。地头蛇。地头蛇。哎，终于说对了，地头蛇。你形容的太长了，真的是不。为什么还要先春游？我这不知。去郊外摘葡萄，看到地头有个蛇吗？地头蛇是应该是这个人在这儿称王称霸的人呢。干嘛你要称王称霸？还有曲艺，什么东西在地头？小燕子怎么唱来着？妖艳火中真可恶。下一位。我最爱的一个，我最爱的一个。美团团购，美团团购。歌名叫《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什么？生日快乐歌，生日祝福歌。生日祝福歌答对 ，Let's go。两个动物住在一起，它们住一起。那个粉红色的回忆。其中一个动物，它咬你一口，你就会中毒。蛇。还有个动物，它要吃你家的米。哎，对了，下一位。每到夜晚我都很饿，每到夜晚我都很饿。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夜宵，夜宵，吃夜宵。答对。好简单，好简单。下一位。形容有个人拉肚子，跑到动物医院去看病。一泻千里。一泻千里，我谢谢你。他没找对地方，死马当做活马医，很快就要猜出来了。他是个人，但是太想看病。病急乱投医吗 ？Yes， 你答对了。这个不得分啊，你说出病了。好。看到一个好东西，塌下来好多，哇！我发了。摇钱树，摇钱树。我真的好开心呀，真的开心呀，开心呀。噔噔噔，喜欢你，梅兰我爱你。耶！什么东西？这什么歌？这歌太有年代了，这歌，这你的曲库吗？下一位，再答对一道题即可获胜。来吧。这是一个5个字的词，关于一个人的外表。5个字，外表。人不可貌相。哦，对。什么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分儿。不好意思，本能了。果然是小唐老师。下一题。这是一个关于数字的题。最炫民族风。这里没有意思。不管3721。管他3721。15秒。没有1和4，还有7。3。3不4。3下52。哦，对。恭喜大家！耶！不错，反正我是肯定做不了，因为他这是完全即兴的。我觉得反应最快的是他。哎呀，谢谢张老师。我觉得唐老师唱的最好的。
因为他一唱出来，我们就猜出来了。恭喜大家通过我们团队的默契的考验。刚才这个自助餐味道怎么样？好吃，好吃。当然了，刚刚在东海里放开捞了，摸鱼摸到爽了，海鲜吃到饱。何止是爽，我现在就想扶着墙出去了。哎呦，吃太多了，天哪！别着急扶墙，要扶就先扶美团团购。土地公好牛啊！现在口播都搞上脱口秀了哈，但是不能讲谐音梗，要扣钱。扣钱不怕，因为美团团购省钱，用美团团购团美食，火锅、烧烤、小龙虾，中餐、西餐、喝茶咖，套餐5折也能拿下。哇！土地公的口播让我有点小嫉妒，厚档，团美食根本拦不住，下馆子就想吃自助。OK， 美团团购省钱无套路，吃喝玩乐美，从来没耽误我。有，下馆子、换发型、做按摩、找保洁，美团团购种类都很全，从岛到西游一直陪伴着我们，像在走花路，就像我们在花深处。哎，这个花路的花是不是该省该花的花呢？你说的对，是的。那我也整一句吧。感谢美团团购，西游乐园，俺老孙来也。接下来，西游团迎接的是最后一轮团队挑战，挑战成功即可开启最后的终极试炼。好了，各位，我们马上要开启最后一轮的团队任务——全员一致。全员一致，12名成员每人1根金箍棒，按照规定点位站好，围绕指定位置转圈，并且保证依次将金箍棒传给旁边的队员。转完一圈，挑战成功。游戏过程中要保证金箍棒不会掉落，金箍棒越短，游戏越难。初始金箍棒为60厘米，可使用原时更换更长的金箍棒。这个太短了吧？会不会？唐老师太短了，你就安排像这种刘耀文这种，他们几个胳膊长的挨着你站，对不对？对。这会不会短呀？但凡，对不对？对吧？来试一试，我们试一试，3、2、1。咋了？这太短了，这不好抓吧？这棍子太短了，确实太短了。要长的它倒得慢。唐老师不能让他倒，你懂了没？你得立着，然后他就马上换位置，你得赶紧冲到那边去把那个扶着，有点难。不是我这个可能弄不成。师曾，我跟您换一下吧。您要不要去那个位置？您在耀文那个位置，这样可以吧？可以。行，老师您就在那吧。来吧，来啊！我们可不可以有点节奏？1、2换，1、2换，是不是这样子？对，可以。那我们开始挑战了，挑战开始。1、2换，那才能拿的，那才能拿的，换，掉一地。哎呦，这个其实挺难的哦。掉一地，要留一下，再试一下，来，3、2、1，走，你肯定抓得到。哎呀，娜姐等我这边去。啊，没事。应该往你那边是吧？对，你肯定抓得到。呀，肯定抓不到，你也没抓着。我也没抓着，差一点。尽量不要让不动它就行。对，反正别往前带。来，3、2、1，换。好。太快了。太快了！哎，咋了？往前带了，那还是得往后来。就是不要放，就这样就行了。哎，只要不落地就行。对，再试一下，来吧，看着前面那个棍儿哈。 3、2、1，换！漂亮！那你漂亮。哥，你往那边倒了。哦，往那边倒。哦，对。不行。
差一点。不成，你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他不行不行有那个倾斜，没成功，反正一次没成。感觉会很困难，我感觉有点。一定要保证这棍儿的稳定，你要不然就很容易就下边这个不行。是，就是他是成功没？基本上可以。哎呦！1、2、3，换。3、2、1，换。哎呦，可以。身体朝中间是朝中间啊！来，3、2、1，换。哇，换。接住了，接住了，接住了。哇，往前倒了。哎呦，哎呦，这滑一跤，我天！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唐老师小心啊，唐老师。唐老师慢点，腿都有点抽筋了。再试一下，注意力集中，看前面的棍儿，身体朝中间是朝中间啊！3、2、1，换。哎呦，我的天啊！谁没接住？我没接住。我没拿到，我没拿到。需不需要花原石来降低难度？花原石花不花？不花，不，先不花。不花吧，不花吧。还不花？花吧，花吧，真的。花5颗，拿长一点点。对，拿长一点吧。好，我们花5颗。美团618不有活动吗？原石不打折。原石为什么不打折？只要在美团上就打折。原石很珍贵。这个就 OK 了点。这可以。那个要玩1、2。哦，这个不是随便来了，都不用弯腰，这个。对啊，差不多了，这个问题不大了，已经。这个赢了，赢了。来，准备，注意力集中，看我前面，留好棍儿。3、2、1，换，换，哦，换，哦，换，哦，成功。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个太简单了。好，从唐老师那儿开始的啊，从唐老师开始的啊。别着急啊，来，看我前面，来，准备，3、2、1，换，换。你往前走了，哥。没问，好，来。掉了啊，掉了。那就又从头了。没事，前面的刚刚就当练习了啊，来。好，3、2、1，换，换。哎呀，差一点。哎呀，没事。前面都是热身啊，真热，真出汗了都。来吧，注意力集中啊。1、2、3，走。哎呦，小心。没事。前面都没有开始啊，这回重新来啊。3、2、1，换。没事。我们前面都是训练啊，现在准备开始了。这话我已经听过3遍了。哎，我们如果从那边是不是要简单点啊？这边啊，换个方向啊。这个手留，这个手接抓。右手好拿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惯用是右手，我们应该用这手扶，这只手拿。行，可以换一面啊。我的天，反正来有点考我呀。你是左撇子吗？我是左撇子啊。来，现在换方向了啊。哇，我有点不太顺，你注意点啊。我不太顺啊。3、2、1，走。啊，我可以的。可以的啊。再试一次啊。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没问题。因为这样简单，其实。对，简单。你往前走一点，你对，往前，只要有一个脚在圈里就可以啊。对。3、2、1，换。哎呦，没事吧，老师？慢点。没，他往那倒了。再试一下，再试一遍。来，3、2、1，换。哎呦，我天，老爷！好，没事啊，只要自己注意力集中就行。马哥，要不我们换一个。我去那儿。对，你去那儿，你去马哥那儿。我们换个位儿。是，可能手感不一样。浩翔，你来我这儿，你来我这儿，你来这儿，我接你的棍儿。好。等一下，我有个发现，什么？啥？哎，亚轩有新发现。我有个发现，就是我们一开始前面拿棍的人，就让他往后倾斜。啊。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正好往后倒，后面的人好抓。可以啊。就让他歪着，是不是？对，就让他歪着。试一个。
唐老师就让他这么挂着，走的时候就让他倒了就行了。哦，好，但不用带太多哦。对啊，你带多了也可能会倒的。但是雅轩，唐老师那个可能不往后倒啊，你自己注意点。来，换装了啊，换了位置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吧。情绪价值给满，加油！重新开始，没事儿，来，准备，3、2、1，换。成了呀！哇，成了呀！好接。哇，很好，很好。哎，杨迪这样特别好。往后倒舒服不？这个往后很好。这好接吗？好接，好接。没什么接了。来，注意手感，3、2、1，换。丝滑，丝滑。来，丝滑了啊，状态上来了。准备，3、2、1，换。好，已经3轮成功了。来，准备，3、2、1，换。哎，接住了，接住了，四个了，四个了，4个。3、2、1，换。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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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来，准备，3、2、1，换。漂亮！哇，6次，3、2、1，换。哎 ，OK，很漂亮，现在天。雷音店门口，雷音店9981难，就剩最后2难了。3、2、1，换。OK OK， 加油加油加油！注意好留手，看好前面，准备，3、2、1，换。还有3次啊！来，注意力集中，来，加油加油加油！留好棍儿，看好前面。来，准备，3、2、1，换。换，漂亮，要成了，还有2步，1、2，只有2步了。 3、2、1，换。哦，最后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好，状态都找到了，最后一下，最后一下，调整好最舒服的状态。燃哭了，准备，就一下了，肯定可以。这回绝对行了啊！因为每个人都好认真，来，准备，胜利就在眼前，完成就可以开启终极挑战了。 3、2、1，走，走 ，Let's go！ Let's go！ 呀，来，我们一起放到中间。耶！好了，恭喜各位啊，完成了这么艰难的一个考核，还有最后的一个考核，终极考核等待着大家。不过呢，根据刚才大家这样的一个精气神，这样一个团结一致的精神，我相信终极考核也不在话下，不在话下。哎，那我们就赶紧跟随着我们的师尊出发，前去夺得金箍吧。走走，终极挑战即将来袭。西游团历经重重考验，此刻终于迎来了人间试炼的最终任务地点。来，掌声欢迎我们西游团！这么多人哇，太多人了！我的天哪，这要干嘛？这是什么意思？这要干嘛？终极试炼的任务是72变。72变是孙悟空降妖除魔、化险为夷的核心能力之一，所以今天的终极任务就是挑战孙悟空72变中的10大技能。大家需要在技能库中选择各自擅长的项目，依次上场挑战300名同学，将他们全部淘汰，则为挑战成功。那我们任务开始之前，大家可以拿出自己的华为手机，记录下这一重要时刻，互相加油打气。呀，来拍照喽！一起拍个照。好，那我们终极挑战赛马上开始。第一个挑战，72变之排兵布阵。有请我们师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技能。孙悟空可以利用自己的速度加灵活性，负责
侦察敌情，为团队提供情报，从而帮助团队更好地进行排兵布阵。成员3次机会跟同学们玩石头剪刀布，输的人将会被淘汰。那我们是有裁判的，所以我们300个人也是可以看到你们输赢的。赢的和平的都留下，输的淘汰。那我们西游团将会派谁出战来挑战300名同学们呢？哇，谁第一个上场压力很大。我先来。好，马哥来。那我们就派出小马喽。加油，马哥！好，来，准备，任务开始。3、2、1，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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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有气势啊！说了不，所有出石头的朋友立刻回去。石头的往那边走，左边下场。这么快就走了，很多朋友。这么快？谢谢各位。来，那我们第2轮任务开始。3、2、1，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出布的人淘汰，出布的。那出布的人就被淘汰了。哇，好多呀，看着。哇，好多布。哇，感觉走了一半了。哇，3把，最后1把了。加油加油，马哥加油！哎，好，来第3轮任务开始。3、2、1，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那出剪刀的就可以淘汰了。好的，感谢各位同学们辛苦了。恭喜小马已经淘汰了，看起来有一大半的人了。好快啊！我们都玩这个。好，那各位可以整合一下，往前补位。好，那我们第2个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72变之火眼金睛，这也是孙悟空非常标志性的能力。在真假美猴王的故事中，孙悟空火眼金睛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场有300杯水，一半盐水，一半白水。同学们和西游代表团随机选取1杯。若西游团成员挑到白水，同学们挑到盐水的淘汰；若成员挑到盐水，不淘汰任何人。哦，我来吧。来，我们现在有请连连。我来了啊！我们现在邀请一位同学上台，为西游团调配盐水和白水。第3排的第10个位朋友，请上来。你好，你好，杨丽。那你帮脸脸调2杯水吧，1杯要有盐哈。我们也不看，观众看好吧？对，观众看，我们看。可以了。来，各位可以转身了。这确实看不出来了，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别忘了，我有火眼金睛。是的，都一样。好的，接下来请同学们选择你们的水，方阵2侧都有水哈，各自拿1杯就好了。来，举起手中的水杯，这杯敬你们，我也喝这杯。淡水啊！小胡，你来确认一下。小胡，你来喝一口那个，你来喝一口这个。咸的淡的？咸的。好，君子游戏喝到盐水的，大家可以有序离场了。感谢各位同学们，大家留下来就开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任务就是72变之定身术。这是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特别常用的一项技能，他用定身术定住了偷摘蟠桃的七仙女，也在偷兵器的时候定住了对手小妖。
西游团成员与同学们各派出一组2人小队，一人做平板支撑，另一个人呢在其背部扔水瓶。若同学们在西游团成员之后立住水瓶，则2人都淘汰。来，这边西游团出战的是刘耀文，耀文，谁扔水瓶？我扔了。亚轩来吧。好，那这边出战的是耀文、亚轩。那大家准备好啊！现在准备好。不要斜了，太斜了，再低点。对，背上也太难了。他这个感觉，对，这种感觉手感啊，就大概掉到什么时候才容易啊？那个重力是吧？离心力，年轻，对，不好扔哦，不好扔哦。坚持15分钟。耀文加油啊，耀文！来，准备，开始。往下 ，OK， 再上一点，上。马上就好了。你们一旦立住，立刻站起来就行了。起来一点。OK。太难弄了。马上就行了。坏了。好，立住的人就直接晋级。立到背上啊！要立到后背哈。耀文不要被下面的欢呼声影响。还撑得住吗？要把耀文累死。快了！太难弄了，这个太轻了。没事。同学们已经陆续完成挑战，西游团要加油啊！继续下去对耀文的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啊。下面好像已经都好了。好了，下面好像都起来了。我们下面还开始跟我们加油呢。好，停。终于好了。现在还没有立住的朋友们，不好意思了。下面还没有立住的朋友们就被淘汰了。感谢各位，请淘汰的同学有序离场。可以。很棒。累不累？很累啊，主要压力好大呀。那经过4位西游团成员的3轮挑战之后，仅淘汰1/3的同学，想要完成终极任务，后面的西游团成员要加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下一个任务了，72变之筋斗云。筋斗云是孙悟空的飞行工具，其速度极快，无论是追赶妖怪、救援师傅，还是寻找帮助，我们都能迅速达到目的地。筋斗云挑战规则：西游团挑战成员需以叶问蹲姿势和同学们进行挑战。西游团成员可自定叶问蹲的个数，完成不了的同学即刻淘汰。筋斗云感觉要拼体力的。那我们西游团体力最好的张真源来吧，我们就派出真源了哈。加油 ，bro， 加油，坚持啊！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们就做5个，可以，我们就只做5个决定。哇，有可能全军覆没耶！好，来准备挑战，开始。起不来的就直接淘汰了，起来不能放腿啊！哇！有人要记住，2、3、4、5。好，挑战结束，辛苦了。好，那淘汰的同学有序离场。好的，感谢各位同学。张哥不累吧？现在还腿要软，腿要软了。下一项挑战就出来了，72变之御武术。在与不同妖怪的对抗中，孙悟空可以驾驭不同的宝物来应对各方挑战。西游团挑战成员与同学们进行颠乒乓球挑战，在西游团成员之前掉球的同学即刻淘汰。来，乒乓球来了，我的嘛，小贺来啊！是正反颠。什么叫正反颠？就是正面一下，反面一下，正面一下。呀，这。同学们可以降低难度啊，你们不用正反颠。来，准备，哇！挑战开始。有人掉了啊！别！掉了，有人掉了啊！加油！好，掉了的就直接被淘汰啊！大家自觉游戏规则。加油！盯准自己的球，不要分球。你好，掉了就被淘汰了。来，好，谢谢。
不能就这把就散局了吧？散局了，散局了，散局了，不行了。好，停！感谢各位同学。好，同学们淘汰了27位，27位 ，yes， 牛！哇，小贺啊，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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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挑战任务过半，后面5位西游团成员再接再厉，成功就在眼前了。下一个挑战叫做72变之10。孙悟空在与妖怪的战斗中，常常能根据当下的情况，敏锐地把握时机。这种对时机的把握，使孙悟空在战斗中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在不看表的情况下，按下秒表，尽量接近10这个数字啊。如果同学们所按秒数距离10秒差值大于西游团成员所按秒数的差值，则淘汰。好，我来。娜姐在我们这是我的西游取得过00的好成绩。00，加油，娜姐！好，所有人伸出左手，拿起秒表，不要看到它。准备，3、2、1，开始。好，停。娜姐的是11秒22，11秒22。如果大于1秒22这个数字的差值的，那就算淘汰了。检查一下大家的秒表啊。有些朋友10秒，哇，有人10秒，10秒几的，哇，好厉害！哇，真有哦，也太厉害了吧！好的，感谢各位。那我们下一项挑战叫做72变之飞花令。知识广博很重要，在取经的过程中，孙悟空不断学习和积累知识，逐渐从一个冲动的石猴，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保护者。西游团选出一位代表，说出关于植物的诗句，每说出一个诗句就能淘汰1名同学，限时2分钟。哇，这个好难啊！这个真的得越输我输了。那我们西游团这边出战的是唐国强老师。唐国强老师，来了！挑战开始。我是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扬，直上冲霄九。哇！哎呦，春风杨柳哦，万千条，6亿神州尽顺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哇，大气！天哪！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塘。柳栈三春色，荷香四座峰。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桃李不言，夏自成蹊。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进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停车坐爱凤临晚，霜叶红于2月花。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谢谢唐老师，唐老师好棒！我的天哪！我笑。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唐老师，你送大家一朵梅花吧。听一个咏梅的。意外断桥边，寂寞堪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哇，好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恭喜唐老师在2分钟内成功答出15首诗词，太厉害了。那下一项挑战就是72变之布阵，有请师尊。布阵是孙悟空必不可缺的重要能力，既能用它来迷惑敌人，也能保护师徒免受伤害，是他在取经路上克服重重困难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挑战的就是蒙眼变方向，在划定区域内闭眼高抬腿，1分钟后走出区域的同学淘汰。那我们西游团派出谁呢？丁哥，丁哥，丁哥，自己在那喊丁哥，我说谁呀？丁哥。我们现在还有51名同学，如果小丁出圈了，就1个人都不用淘汰了。加油！挑战开始。高抬腿啊，大家高抬腿，快一点，快速，高抬腿。跑起来哦，跑起来！保持，保持，保持，保持。那个齐步走的那个不行，你要跑起来，跑起来，高抬腿。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要不然被抬头淘汰了。跑起来，颠起来，加油！那已经快跑到摄像老师那儿了。加油！我们这边还非常顽强哦。跑起来啊！跑起来啊！来停止，立定，来停止，立定。来，小丁没有出圈，所以现在出圈的同学淘汰。有人都快跑回家了。好，同学走。好，同学往那边走。感谢各位，请淘汰的有序撤离。Nice， 还剩40位朋友人。那截止到现在，西游团成员中仅剩杨迪和严浩翔尚未进行挑战。终极挑战任务能否完成，就看你俩的了。下一个环节就是72变之耳聪目明。孙悟空的听力视力超群，在远处他就能听到妖怪的动静，也使他能够在危险来临之前提前预警。现场播放音乐，西游团说暂停，并说出该歌的歌名。在规定时间内写错歌名的同学将会淘汰。好，我来。耳听不明。第一个没问题。来，第一个中华小曲库，看过我猜歌没有？但是不确定他们放什么歌哈。张杰，杰哥的歌是吗？我来参加这个。来，挑战开始。什么歌？停！来，停了，大家写名字啊，不可以交头接耳哦。自己写自己的啊。哇，第一个这很吓人呢。哇！哦 ，no， 不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哇！对，你还知道这个组？他们是唱猴歌的。哇，一个！哇，我差点写错刚才。那所有人亮出自己的答案。我这边写的是一个师傅仨徒弟，是吸引力组合唱的。他连作者都有。迪哥像在我眼里像神一样。啊，有人答对了！哇，好厉害！哇，真有啊！你们也太厉害了吧！裁判看一下，如果写错的要淘汰的哦。感谢各位。我们现在剩25名同学了。我有点紧张了，等一下。那我们就下一个挑战了，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可你了。哦，你是最后一个。72变之实地。在面对红孩儿时，孙悟空了解到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威力很厉害，便利用地理环境寻找水源来对抗火攻，展现了其机智和对地理环境的巧妙运用。
那这个游戏的规则呢，就是通过移动各个棋子，帮助唐僧从初始位置移动到棋盘最下方，从出口逃出。马上到啊！那我们西游这边派出的选手是浩翔，浩翔加油啊！加油！翔哥这个是强项啊！来，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了。3、2、1，挑战开始。等一下，我突然一下忘了，好紧张啊！没事没事没事，翔哥，不急，别急别急，我不看你了，紧张啊！没事。完事了。好，挑战结束。停！哇，这太厉害了，太快了，太狠了，我这手都嘚了，我搓出火星子来了。还有人过了？还有谁？还有4名同学。很遗憾，大家没能将300名同学全部淘汰。本次的终极试炼挑战失败。哦，金箍棒在前面，一人一根，真的呀！找到金箍棒了！哇！啊，金箍棒！哇，是金箍棒。其实，在《西游记》中也是有遗憾的，就像唐僧师徒历经981难，终于取得真经，却因经书落入手中，导致经书被浸湿。但是有遗憾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你们永不言弃的精神非无错。大家去前面拿取属于自己的金箍棒吧。走，真的吗？终于找到金箍棒了！哦，黑悟空，金箍棒，我们找到金箍棒了！拿起来，朋友们，这个也太帅了，还有名字的。对，恭喜大家哦！祝贺大家，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获得了我们梦寐以求的金箍棒。今天我们最棒的、优秀的团队历尽了千难万险，现在都找回了金箍棒，可喜可贺呀！我衷心的祝贺你们！金箍棒！今天我们的西游之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弘扬西游文化，振兴猴王精神，拼搏进取，不屈不挠，永不言败。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那弟弟们，找个代表，马哥。哎呦，很开心这次能有《西游记》这一趟旅程，然后历练自己。看《西游记》的时候，觉得这些妖怪都是背景板，但这次真的成为他们了之后，也发现，哎呀，妖怪也是有自己想。大家说得好，耶！马哥，哇，谁来了？哇，孙悟空，哇，齐天大圣，齐天大圣，踩着筋斗云来的齐天大圣！我的妈呀！哦，拿着金箍棒的齐天大圣，哦，拿着棍子，看到没？哇，鸡皮疙瘩！
战胜佛，给我力量吧！这一路在西游里面玩，我也在这个西游里面成长。中间我们有团结，有拼搏，都是靠我们整个团队并肩作战，走到了这一期。看着斗战胜佛，跟齐天大圣在一起，我有抗击佛，我手拿金箍棒。虽然这个路程有很多的艰辛，有很多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和你的身边人和你的团队收获很多的快乐和最美好的回忆，我很开心。很多时候，哪怕你自己的能力再强，没有朋友的协助，也不能完成我们最终的使命。小心买下去，好，买下去。所以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想起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大家在一起协同作战不容易，零容忍。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专注西游，传播西游文化，不管千难万险，勇往向前。